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5月11日。今天的主题呢，说两件事，一件呢是关于广东一家非常大的 P2P 平台的暴雷。那 P2P 的暴雷呢，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关键是呢，给大家引申一下，为什么 P2P 这些年迅速的崛起，而又迅速的陨落？地方政府呢，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呢就遏制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啊，尤其是 P2P 的发展？那第二件呢，就说一下招商银行金葵花客户资产的一些数据。那从中呢，大家会看到什么叫真正的贫富分化和财富鸿沟。那好，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小牛在线。那小牛在线呢，号称广东4大 P2P 巨头之一的互联网金融巨头啊。2013年3月份成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它的发展非常迅速啊，成交额从1个亿突破到1000个亿，只用了短短的5-6年的时间。那2018年3月份呢，是小牛在线发展的高峰期啊，后面没过几个月，在6月的时候就出现了部分项目的逾期，之后呢一直不温不火啊，一直死撑到了2020年的5月份。那就在前几天啊，也就是2020年的5月9号，平台正式宣布良性退出。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告。那所谓良性退出呢，就是股东和高管不跑路、不失联、不撤资啊。但是过去很多的平台呢，都曾宣布过良性退出。那这种所谓的良性退出呢，最后都是拖着呢，就变成了这种死账、烂账啊，也还不了投资人的钱。那最终呢，其实没有几家 P2P 企业真正的完成了投资人所有款项的这种兑付。那小牛在线呢，目前的借贷余额是104亿啊，也就是还有104亿没有得到清偿啊。涉及到的出借人呢是11万人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出借人的结构，也就是小牛在线投资人的一个结构。那左边呢，黄色的是投资人人数的占比啊，我们把投资5万以上的人数占比加总起来啊，就是3.76%加上0.54%等于4.3%。然后右边呢是粉色的投资金额的占比，同样呢，我们也是把投资金额的占比加起来啊，24.22%加上22.96%啊，等于47.2%。那可以看出来4.3%的投资人啊，投资了47.2%的投资款，那剩下的呢？啊，就投资5万以下的那些人呢，啊，人数呢非常多，占比达到95.7%。那这些人的投资款呢，只占到了52.8%。那从这个呢，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投资人的结构里面啊，就是投资5万以上的呢，啊，就算大户了。大部分的投资款呢，啊，是在5万以下，啊，甚至有1000到5000的小额投资人。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深圳市公安局啊南山分局的公告。主要是督促小牛在线处置风险啊，要求这个小牛在线切实的担负起清退和化解风险的主体责任，加强与出借人的沟通和保障出借人权益等等。总体来讲呢，就是谁家的熊孩子谁抱走啊，各方这个官方的责任呢，就是在后面督导啊督促的一个作用。大家知道地方政府呢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 P2P 维权人士啊满大街的这个拉横幅。好，小牛在线呢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其实 P2P 的这个大量暴雷呢，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但是很少有人呢去分析整体互联网金融 P2P 何以发展到这么大的一个程度啊，又何以突然崩溃？那其实呢，在15年之后啊，中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它就遇到了发展的困境。那一方面呢是经营的困境，另一方面呢是融资的困境。那 P2P 的借款呢，基本都是到了这些小微企业加一些个体工商户的手里，那变相呢起到了给小微企业输血的一个目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啊对各地这种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的 P2P 啊，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甚至有的是抱着乐见其成的态度，因为 P2P 呢确实可以缓解小微企业的这种融资难的问题啊，可以起到给小微企业这个输血啊续命的目标结果。那其他的正规的金融机构，你像银行啊，它是不可能给这种抗风险能力这么薄弱的小微企业贷款的。那小微企业呢，又属于中国啊信用层级里面就是最末端的一群企业啊，可以说这个信用层级非常低。那但是它却承担起了大量的这种就业啊，如果放任这些中小微企业生死有命啊，那最后就可能会产生大范围的这种失业蔓延，甚至威胁到这个社会稳定。所以各个地方政府啊，在 P2P 这个迅速发展期呢，它多采取了对其比较放任的一个态度啊，因为某种程度上说呢，P2P 客观上确实啊有替政府解决这个小微企业融资和续命的一个作用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背景。那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许多的这个中产阶级啊，经过多年的奋斗，他手里有了一些储蓄，但是这些储蓄呢，他们也不敢贸然的介入股市啊，尤其是15年股灾之后啊，人们对
股市可以说是畏之如虎。那如果买房呢，资金实力呢可能又不够啊，买一套还可以，两套三套可能又不够。那大几十万的钱能做什么呢？如果存在银行呢，可能又不甘心。那此时这个 P2P 啊就应运而生啊，闪亮登场。那可以说迎合了大批的中产阶级的青睐。那年化收益率呢，普遍可以达到12%到15%，远超一般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15年之后啊 P2P 能够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企业，大家知道企业的经营困境啊，并不会因为它取得融资而得到解决。那中小微企业呢，依然面临着这种生存困境堪忧的一个局面啊。尤其是18年4月份啊，中国经济进入总需求持续下滑的一个阶段以后，那各种 P2P 的暴雷呢就开始了啊。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P2P 的正式暴雷呢，就是从18年3、4月份以后开始的。那其实本质原因呢，就是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困境的一个加剧啊，再叠加前期融资到手的这些钱可能消耗殆尽。那此时呢，各种各样的一幕幕的 P2P 的暴雷啊，以及持续不断的这种金融维权事件啊，就开始展露在大家的面前。那总体来讲呢，P2P 的这个潮起潮落的过程中啊，各个地方政府前期呢是采取了听之任之、乐见其成啊，甚至不犯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啊，给一些部分的 P2P 站台。那到了后期呢 ，P2P 开始暴雷以后呢，官方的介入啊，就开始推动这个 P2P 的清理和退出。那整个 P2P 的大戏呢，从高潮到结局，也不过就是短短的5、6年时间。那参与其中的人可以说达到上千万啊，也算是中国整个金融史上啊比较浩浩荡荡的一出大戏了。那个中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那好，这个是关于小牛在线啊这家 P2P 的暴雷啊，以及由此给大家拔高了一下这个认识啊，理解一下 P2P 就何以在中国能够这么迅速的崛起啊，又迅速的崩溃。那潮起潮落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中国做的最好的零售银行啊，号称零售银行之王的招商银行的一些数据。那我们看看这些数据呢，又透露了哪些信息？那大家先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先介绍一下金葵花客户。金葵花客户呢，就是日均总资产在50万以上的客户。那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显示这个招商银行的零售客户的总数啊，从这个2007年的这个3375万啊，一路增加到这个1.44亿用户，那翻了大约4倍。那金葵花客户呢，是从29万增长到265万啊，增长了8倍多。那金葵花客户的增长速度呢，明显是快于普通零售客户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招商银行说它这个零售银行做的比较好啊，它集结了大批的这种高净值的用户。那第二点呢比较重要的啊，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一行，就是2019年呢，金葵花客户的人数占比是1.8%，但是资产占比呢却达到了这个81.2%啊，也就是说不到2%的金葵花用户却占据了80%以上的资产。那剩下的98%的普通客户呢，只占据了20%的资产啊，所以大家已经看到啊，这早已经不是什么大家所熟知的2:8分化啊，而是2%和80%的分化。这个呢，才是当今社会财富分化啊、财富鸿沟的一个真相。那财富的集中度呢，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高得多。招商银行呢是这样，那我相信其他银行呢也8、9不离十啊，大概的这种分布呢，也是2%的人啊，差不多占据了70-80%的资产。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金葵花用户2019年的户均资产啊，户均资产呢达到了230万。那我想这2%里面呢，还有巨大的分化啊，也就是2%里面呢，又有少部分的人他占据了大部分的资产，所以这个230万的户均资产呢，也是被平均了的。那真正的金葵花用户资产的中位数啊，就这个中位数水平应该在100万左右。那2%的这些金葵花用户里面啊，因为少部分人占据了大部分资产嘛，所以我大胆猜一下啊，我估计是大概是可能1/1000的招商银行的这个高净值用户啊，就是这个1/1000的这部分用户，可能占据了总共50%的一个资产份额，可能会达到这种集中度。那最后呢，大家再看一下2018年招商银行的年报啊，披露的数据呢和我们那个表里的数据呢是对得上的啊。招商银行每年的年报里面呢都会非常清晰详细的披露这些数据啊，如果大家仔细去研究呢，确实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了，那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 P2P 巨头小牛在线的一些情况啊，并且给大家引申的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它一开始采取这种对互联网金融P2P 听之任之的一个态度啊，接着呢又给大家分析了招商银行金葵花客户的这个资产占比情况
啊。那从数据上呢，大家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这个早已不是什么28分化啊，而是2%和80%的分化。那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我的账号呢刚刚恢复啊，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那支持我呢做出更加有价值的财经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